1934年，英国伦敦，一个女婴在寒冬里诞生。她的父亲在她的摇篮旁放了一只黑猩猩玩具，那是一只名叫朱比利的布偶，以纪念当时伦敦动物园一只小黑猩猩的诞生。没有人知道，这个小小的礼物将成为一个传奇故事的起点。这个女孩叫瓦莱丽·珍·莫里斯·古道尔，她从小就对动物有着近乎痴迷的好奇心。4岁那年，她坐在鸡舍里整整等了4个小时，只为了亲眼看清楚鸡蛋究竟是怎么从鸡身上生出来的。她的母亲回家找不到她，急得四处张望，最后才在鸡舍角落里发现她静静坐着，眼睛一眨不眨。那位妈妈没有责骂她，而是兴致勃勃地问：“那你看到了吗？”正是这份来自家庭的包容，塑造了一个未来的科学家。珍·古德从小爱看书，尤其着迷于2个故事，一个是泰山，一个是杜立德医生。泰山让他幻想丛林的自由，而那位能与动物对话的医生，则让他相信人类与动物之间的隔阂，也许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深。这2本书在他心里种下了非洲的种子。1952年，珍·古德18岁，他没有办法念大学，因为家里负担不起学费。他做过秘书，做过服务生，但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告诉他，非洲在等他。他的母亲曾对他说，如果你真的想要什么，你就必须努力，好好把握机会，永不放弃。珍把这句话刻进了骨子里。机会终于在1957年降临。一个老朋友邀请珍到肯亚的农场做客，他立刻把握机会，存够了船票的钱，搭上了前往非洲的轮船。抵达奈洛比后，他听说有一位传奇的古生物学家路易·利基正在寻找研究助理。珍鼓起勇气去拜访他，而利基见到这位对动物充满热情、观察力敏锐的年轻女性，当下便决定给她一个改变世界的机会。路易·利基相信，研究动物行为最理想的人选，不是受过传统学术训练的科学家，而是一个不带偏见、心思开放的观察者。他说，真的优势恰好在于他没有被学院派的框架限制住，他看动物的方式是用心，而不只是用眼睛。这个观点在当时的科学界是相当前卫的想法，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它是对的。1960年7月，26岁的珍·古德抵达了坦尚尼亚冈贝西流保护区，那是坦噶阿尼卡湖畔的一片原始丛林，热带湿气、蚊虫与未知的危险充斥其中。英国殖民地当局要求他必须带1名同伴才能进入丛林，于是他的母亲万娜竟然二话不说地跟着他一起来了，在帐篷里陪他度过了最初几个月。然而，一开始的日子相当艰难。每当珍靠近黑猩猩群，驼们就会惊慌逃跑。黑猩猩的戒心极重，驼们根本不接受这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类。珍每天独自在山间徒步，有时走上8、9个小时，却只能远远望着那些消失在林间的身影。整整10个月，他几乎一无所获，研究资金几乎耗尽，外界开始质疑这个计划是否有意义。真没有放弃，他每天出现，让自己成为这片森林里固定的一部分，就像一棵树、一块石头。他开始在黑猩猩视线范围内缓缓移动，从不强行靠近，从不发出威胁的声音。慢慢的，驼们开始习惯他的存在，不再逃跑，而是带着好奇的眼神，远远地打量这个奇怪的无毛生物。在所有的黑猩猩当中，有一只率先打破了彼此之间的隔阂。
真给他起了个名字，叫大卫灰胡子，因为他下巴上有一撮标志性的白毛。大卫比其他黑猩猩更沉稳，更有好奇心，他是第一只敢于靠近真，甚至接受他递出食物的黑猩猩。有一天，真在丛林里发现大卫灰胡子正在做一件令他屏息的事。他折下了一根草茎，把草上的叶子剥掉，然后将这根细棍插入白蚁丘的孔洞里，等白蚁爬上来后，再慢慢抽出舔食附在上面的白蚁。他在使用工具，他在制造工具。在1960年以前，科学界普遍认为，制造并使用工具是人类独有的能力，是我们与其他动物之间最根本的分界线。真把这个观察立刻回报给路易·利基，利基在收到电报后回了一句流传后世的名言：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工具，重新定义人类，不然就承认黑猩猩也是人。这个发现从根本上动摇了人类对自身独特性的信念。真古德做了一件当时科学界无法接受的事，他给每一只黑猩猩都取了名字：大卫灰胡子、弗洛、菲菲、高老、老麦克。当时的学术规范要求研究者保持情感距离，动物只应该被编号，不应该被命名，因为命名意味着情感投入，而情感投入会污染客观性。但真坚持了他的方式。他观察到黑猩猩有各自的个性，弗洛是一位充满魅力的母亲，把孩子教得很好；弗利根则是个雄心勃勃的年轻公猩猩，总是用夸张的方式展示自己的力量。老麦克更聪明，他发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方法，在群体地位竞争中，他学会了敲打空油桶，用巨大的声响吓走对手，从而爬升到族群的顶端，而完全不需要用到蛮力。麦克的故事说明，黑猩猩社会里存在着创意与策略。真的观察还揭示了更令人不安的真相。他发现黑猩猩不仅仅吃植物和果实，它们也会猎食，而且会合作狩猎。黑猩猩偶尔会组成小队，有计划地为捕猴子或小型哺乳动物，并在事后进行食物分享。这一切让人类引以为傲的理性合作边界再次变得模糊起来。1960年代初，真古德的研究成果开始在科学界引起巨大的震动。他被送去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，成为少数几位没有学士学位却直接进入博士研究的人之一，这在剑桥的历史上极为罕见。他的指导教授最初认为他的研究方法不够严谨，但他没有被这种批评击垮，反而用更多的田野数据一次又一次地捍卫了自己的观察。在刚贝的第一个10年，真古德把自己活成了丛林的一部分。他看到了人类从未看到的事物，听到了从未被记录下来的声音，感受到了动物情感的深度。他的故事不只是一个科学家的成长，更是一个关于耐心、信念与爱的故事。一个女孩带着一本笔记本和一颗开放的心，走进了非洲的森林，然后她改变了整个世界对于人类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。第一部中，下一集我们将跟随真古德走得更深，那是黑暗的揭示，是族群冲突的残酷，也是一个科学家如何面对自己信念崩裂的故事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内容，请订阅、分享并按下小铃铛，这样有新的影片才可以第一时间分享给你。你的支持是我制作影片的动力，我们期待下次见。